2024年的巴西羽战绝对是 F1 历史上最伟大的翻盘，不仅缔造了红牛的4冠王朝，也将诺里斯彻底打出心理阴影。汽车人维斯塔潘在这条赛道上17位发车，17次刷字，汽车人在羽战的巴西再次上演8年前的神迹，并且这一次更显王者风范。要知道，这场比赛之前，红牛已经不负23年的统治力，迈凯伦在赛季后程的崛起，令维斯塔潘在车手积分榜上的优势被不断蚕食。红牛也已调至车队榜第3，诺里斯已经逼至汽车人身后，两人的较量也大有曾经老汉与潘子的针锋相对。本次圣保罗的排位赛，擅长羽战的维斯塔潘因意外止步 Q2， 最终正赛第17位发车，而诺里斯则占据杆位。如此绝境，几乎没人再对本场比赛抱有期望。但伴随因特拉克斯赛道的雨水，一场荡气回肠的翻盘大戏就此拉开帷幕。红灯熄灭，诺里斯起步即失误，被梅奔拉塞尔超越，而维斯塔潘则在1号弯前就上到第13位，随即用连续走外圈弯道不断超车。而这正是8年前刚刚升入大红牛的维斯塔潘惊艳巴西的战法。如今的他3冠加身，早已比曾经更加自信与从容。仅仅2圈后，维斯塔潘就超越汉密尔顿进入前10。而在比赛前，即使红牛策略组也只敢将全场比赛的目标定为积分区，而维斯塔潘只用了2圈。随后他连续超越加斯利和阿隆索，跑出比领跑的拉塞尔更快的圈速。迈凯伦第7位的皮亚斯特里原本有机会防守维斯塔潘，可在短暂缠斗后，辛基考拉却突然放弃抵抗，任由红牛在其身边驶过。前方小红牛的劳森自然不会挡路，但第5位的摩纳哥王子却从不惯着维斯塔潘，要看超车无望。圣保罗雨势再次加剧，勒克莱尔选择进站换胎，而维斯塔潘也借机再上。此时的诺里斯驾驶迈凯伦却迟迟无法上到首位，但对于维斯塔潘天然的担忧已经压过了对比赛策略的关注。他焦急地询问维斯塔潘的位置，策略组也只能无奈提醒他专注比赛。而此时由于霍肯伯格赛车失控，赛会短暂出动了虚拟安全车，拉塞尔和诺里斯都选择这个窗口进站换胎，获得了一次相对实惠的进站机会。维斯塔潘没能抓住这个窗口，也就意味着他上升到了第2，随时可能因为轮胎损耗而还回去。随着赛道持续积水，赛会再次出动实体安全车，可维斯塔潘仍未选择进站换胎。直到第32圈时，威廉姆斯车队的克拉平托失控上墙，全场红旗，让维斯塔潘奇迹般的等到了免费换胎的机会。比赛在这一刻风云突变，即使他最终以第2名完赛，也足以锁定年度总冠军。还没等维斯塔潘表露情绪，诺里斯就已率先破防，2次失控冲出赛道，将自己从单位发车落到第6。而维斯塔潘在43圈超越奥康，并在后续的比赛中13次刷新单圈纪录。这场比赛不仅彻底结束了 WTC 的争议，也再次奠定了维斯塔潘羽战之神的地位。而他在锁定胜局后依旧不断加速，也诠释了他对速度最纯粹的热爱。所谓王者，不只是顺风时的乘胜追击，更是绝境时的永不放弃与敢于挑战。